大学老师到木匠，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飞跃。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喜欢玩所有的东西，但后来发现是，如果我们对某一种材料，如果我们不长期跟它待在一起，花时间去倾听的话，实际上我们失去了很多的可能性。所以经常我在工厂里面跟工人师傅跟这个木头在一起，我去观察它的变化。棺木呢看上去是比较安静的，所以你看它的线条是非常简约的，有些线条是很平静的，不过多的去雕饰很多内容。我们希望通过简洁的线条表达更内敛的东西。苏州椅是花了很长时间研究的一把椅子。看椅子最重要的是，我想它的腰部曲线，把人的腰托好，这个人就有能量起来了，就挺起来了。它后面的结构呢，看上去非常简单，但结构的力是非常大的。坐面呢，微微有点弧面，这点弧面呢，好像托住了你。前面呢，一根梁呢，我把它放粗了，用榫卯把它连接在一起。一把椅子最重要的是，除了好看以外，如果能够久坐不累的话，这才是真正的它的价值所在吧。我觉得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器物，最终给人的是一种能量。我们通过长时间的一个使用，你就会慢慢的感受到这一点。比如说我们这个半木空间来说吧，我整个概念想的就是徽州的那个天井，我会引入这个一个大量的自然光，把整面的白墙都把它留出来，然后用那个镜面呢去延展深度，镜面同时呢也会把这个光均匀的反射到室内里面来，就像天井明堂一样。同时它代表了你的一个人文状态，就做人呢要堂堂正正。罗汉榻呢，我故意把这个坐面往压低了，更接近地面，更接近地气。你仔细看的时候，它的那个腿啊，全是用弧线围合而成的，像鼓的形状，在下面运转，托付你。因为我长时间在上海，经常会去过徽州的看那些老建筑，我看到是建造人的那个时代的一些烙印，这种气质呢，正好兼具了中国的北方的一些大气，包括南方的一些灵性。那我觉得这个恰恰是我们中国当下所缺乏的一些东西。这班大办台呢，是延续了徽州的那种大书桌的一个感觉，然后4条腿撑了2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一个箱子，另外是个抽屉。我采用了中国式的一种衬托式平衡的方式。那么箱子比较立体，比较厚重，那么抽屉呢，它比较延展，所以它形成了一个在动态当中平衡的一个状态。你会发现在腿的部分跟桌面的部分起了一刀，这一刀下来以后，它形成一个连贯的一个气势。中国这30年来，在一个节奏非常快的一个状态下，我们有了房子，但我发现多数人的一个方式还是按照别人的一个模式来设定的。我们需要去让一个器物、一个空间跟你产生很强的粘性，你才真正落下来。这我觉得才是真正你的家。我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厅层高比较高，所以我在客厅当中呢种了一棵蛮高的月桂树。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朝南的充满自然能量的地方，我后来放了一张我的水平线桌，可以在这张桌子上工作，旁边就是我女儿在写作业。它改变了我跟我女儿的关系。若干年以后，我女儿一定会记住跟老爷子在这儿一起学习工作的这段经历。一个空间的一个场所跟一个器物的功能的恰当的设定，实际上它是把你的基因或者你的气息润物细无声的传给了后面一代。